如果带入媚珠和其三妹的视角，只能说这一届的妈真的太难带了。萌萌是间歇性失忆型，青姐就曾说过，萌萌经常会忘记自己还有个娃，上一秒媚珠还在她怀里抱着，下一秒就莫名其妙的松手了，以至于在媚珠小的时候，饲养员们一天24小时都不敢懈怠，生怕一不留神，媚珠就被妈妈压成了小熊饼干。因为萌萌爱生气，媚珠在刚会走路的年纪就已经学会哄妈妈了。即便媚珠在饲养员面前是个小辣椒，但在妈妈面前从来都是乖乖女。其三妹的处境也没有比媚珠好多少。好奇女侠带娃也挺疯的，因为三妹很独立，喜欢自己玩，而好奇却很想和三妹一起玩，所以三妹玩什么，好奇就拆什么。三妹特别喜欢玩这个阿贝贝，好奇看到了，就先当着三妹的面把阿贝贝打了一顿，然后又把他一脚踢飞了。这架势像是在说，玩就知道玩，玩物丧志懂不懂，给我走你！一边的三妹也是怕极了，三妹喜欢在茅草屋里玩，玩累了趴在里面睡觉，好奇喊她也不出去，于是好奇就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把茅草屋给拆了个底朝天。三妹躲在一边也不敢动。后来墩墩外公过来给她修理，她还很生气的打外公，这小模样像是在抱怨，让外公好好管管他家闺女。还有三妹的公主椅也被好奇女侠给啃了，反正就是三妹玩什么，好奇就拆什么。估计媚珠和三妹也很无语，只能说这一届的妈真的太难带了。老五，就没有一位姨能帮我报警吗？嗨，算了，这班不上也罢，干脆躺平算了。前有大飞机被抬走，小五扶树嚎啕大哭，经由敞篷汽车拖去维修，小五继续嚎啕大哭。前几天坐在车里有多嘚瑟，现在哭的就有多痛。估计小五心里有一种当了10天半的长安大柿子，一觉睡醒又被贬回平民的感觉。小五每天都在卖力整活，努力挣来的家当却都不翼而飞了。小五躺在木架上翻来覆去，实在想不通，内心 OS： 难道我莽小五的熊生只能在得到又不断失去中度过吗？现在就算莽妞妞突然消失了，我都不稀奇。小时候爬树困难户的莽小五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他的命中情树，并且成功登顶，结果第二天小树就被墩墩奶爸砍了。后来粉丝一一送了他一辆大飞机，小五和莽妞妞都很喜欢，母子俩每天都在为争夺机长之位大打出手。但好景不长，因为天气逐渐变热，元芳害怕他们娘俩会中暑，就给抬走了。第二天发现大飞机不见的小五伤心欲绝，幸好当时有满院子的草飞为伴，但后来因为元芳考虑草太高有安全隐患，害怕有游客丢下的东西不能及时发现被小五误食，所以小五一觉醒来草飞又不见了。看到院子里光秃秃的小五，趴在充电桩上 emo 了好久。后来金主爸爸给小五送了一辆大跑车，母子俩都挺喜欢，整天上演夺车大战，而且短短几天小五就会单手开跑车了。看着这嘚瑟劲儿，妥妥的拿捏了纨绔子弟的气质。然而因为跑车需要维修，小五一觉睡醒跑车又不见了，老是这么弄，吓得孩子晚上不敢睡觉了怎么办？跑车被拖走后，莽妞妞和莽小五互相责怪，小五认为是妈妈偷偷把跑车藏起来想自己玩，而莽妞妞认为是儿子不争气，还没玩几天汽车就被收走了。小五为了报复莽妞妞，还从木架下面偷袭了她。躺在木架的莽小五好像做了一场梦，一切繁华都如过眼云烟。小五心想，对，没错，以后你们只配看到躺平的我。是一年寒冬腊月天，也到了灵岩吃冰块挂奶爸的季节。现在的灵岩已经开始哼着小曲坐在水池里啃冰块了。还记得去年大概也是这个时候，也是冰天雪地的天气，灵岩一边泡冰水澡，一边啃着洗定水冻成的冰块，把一边的雷达奶爸吓得瑟瑟发抖。于是奶爸就先发制雄，把灵岩坑爹的一幕发到了网上。他又要去玩冰去了，我真服了。这真的是要让我死网上吗？啊，你真的要让我死网上吗？灵岩，我给你放个悲催点的音乐吗？如果不是看灵岩200大几十斤的体格子，还有那圆圆的小肚腩，可能真的会有网友被他骗到。如今灵岩故技重施，结果得到更多的是大家的调侃。虽然灵岩总是想方设法想把奶爸挂网上，但奶爸却实实在在把他放在了心上。灵岩从太空舱往木架上跨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磕到了脸，可把一旁的雷达奶爸心疼坏了，把灵岩喊到了小卖部的窗口，一边给他喂美味的笋笋，一边安抚他。奶爸的关心真的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。我们灵岩也很倔强，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。第二次灵岩就轻轻松松地从太空舱跨到了木架上。前一段时间栾川出雪，因为雪太小，温度也不够低，所以雪一落到地面就化了，根本存不住。奶爸为了自家熊孩子能玩上雪，便提着小桶，拿着铁锹，跑到山上把雪一点一点的收集起来。奶爸的手肉眼可见冻得通红，收集满了一小桶，奶爸便一路小跑回家，生怕跑慢了雪就化了。灵岩和麦麦看到雪玩的也很开心，即便是灵岩没有火出圈的时候，
灵岩也被照顾得很好。那时的灵岩无人问津，现场没有游客，十分的冷清。灵岩和麦麦也被养得白白胖胖的。灵岩贪玩不吃饭，奶爸就提着桶追着喂，所以灵岩这活泼的性格跟饲养员的疼爱和陪伴有着分不开的关系。打扫卫生的临时工，到如今家喻户晓的野培专家。穆世杰和大熊猫的情缘到底能有多传奇？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穆世杰见到了误闯村中的大熊猫，他瞬间被眼前憨态可掬的黑白团子吸引了。后来他便放弃了外出打拼的机会，在09年到核桃坪基地应聘，成为了园区里的一名清洁工，主要工作内容就是清理大熊猫吃剩的残竹以及粪便。就是这样的一份工作，穆世杰风雨无阻，一干就是9年的时间。2008年汶川突发8级地震，卧龙受灾严重，笼舍坍塌，大熊猫四处逃窜。曾经山清水秀的卧龙可以说是面目全非，一片狼藉。因为这9年的工作，让穆世杰对大熊猫的感情更加的无法割舍。即便他不是饲养员，他也仍然奔走在救援的一线。余震过后的进山搜救工作也非常的艰难。穆世杰凭借自己对大山的了解，和同事们一起上山寻找逃散的大熊猫。那一天下了1天的雨，我们挺饿的，我记得没有带什么多的这个吃的，多数背的是熊猫吃的，像这个竹笋啊、胡萝卜啊。我们饿了没有办法了的时候，我们就吃那个给熊猫吃的胡萝卜这样回来了的时候，我记得每个人身上全身是湿透了的，而且都是血迹斑斑的，全身上滴满了的那个蚂蟥。搜救工作结束后，大熊猫也都被转移到其他的地方。穆世杰本以为他和大熊猫的情缘到此结束了，没想到在他去和基地领导告别的时候，却迎来了意外的收获。穆世杰被破格录用为正式的饲养员。自此以后的10几年里，他基本都在野培工作的一线。因为经常走山路，他的膝盖出了问题。我这个膝盖做了手术，它的咔嚓咔嚓的响。我在和他们基地养了3年的我的膝盖，当时我是哭了。我哭的是，我可怜我的腿跑不起野外了，不能陪他们了。尽管他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纪，他还是申请回到一线工作。其实像木奶爸一样的饲养员我们有很多，即便他们很少出现在镜头前，却同样把大熊猫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珍爱。香港海洋公园现在可热闹了，2只变4只，4只变6只，不到1年的时间就一跃成为了熊猫大户。有大家熟悉的老面孔，也有初来乍到的新面孔，还有2只养成系的港产熊猫宝宝，老中青全齐了。安安和可可一经展出，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2只小家伙非常活泼，公开营业的第1天，安安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正对着游客吃播了。可可更厉害，直接趴在玻璃上和游客贴，还和梁咏琪来了个近距离互动。他们2个能如此社牛，肯定和饲养团队的尽心付出有着莫大的关系。安安和可可的颜值更是没得说了。安安随了林冰妈妈高大的身材，是标准的浓颜系大帅熊，而且他还是中兴有名的越狱大王。香港人民听说后也是开心坏了，打算拿着麻袋蹲守公园门口碰碰运气。只是去的时候要多带2个人，毕竟安安1.8米的大高个，200大几十斤的体重，确实有点不好抱。可可长得很甜美，却有着小辣椒般的性格，她非常的活泼，是官方亲自认证的假小子，曾经还挑战过中兴战神姚一家。他也是一个拆家毁树的小能手。随着莹莹的龙凤胎宝宝顺利出生，香港人民的腰杆都挺直了，再也不用羡慕别家晒娃了，这下自己也可以体验养成系的快乐。2只熊猫宝宝不仅随了爸爸妈妈的高颜值，还超级的活泼可爱。刚满1个月的时候，姐姐就能摆出咸蛋超人的经典动作，弟弟则会甜甜的冲着镜头 say hello。姐姐看似文静，但当弟弟路还不会走，却敢调皮的挑衅姐姐时，还是被姐姐血脉压制了。弟弟表示已老实，但下次还敢。粉粉嫩嫩的2只小团子，隔着屏幕好像都能闻到奶香味儿。园方也非常的宠他们，什么满月宴、百月宴，一样都没落下。官方开通了港宝胖搭这个社交账号，也在频繁更新2小只的动态，让喜爱他们的粉丝也可以见证他们的成长。为了让莹莹能好好坐月子，园方甚至把熊猫馆闭馆了3个多月。乐乐也成为了第1只休产假的熊猫爸爸。毕竟龙凤胎的出生，乐乐也功不可没。据说今年2月就可以跟莹莹和熊猫宝宝见面了，到时候香港海洋公园肯定会更热闹。